我这个桩是斜的，我的压力下来，它是不是在这边？是吧？压力在这边嘛，它断掉了嘛。所以我不要它在这边断掉，可是我的桩是斜的话呢，我还是要开这边。你看，我还是要开这边，那这个力量往下面往这边走过去，而不会停在这边。所以你越步变小一点，你的步可以稍微小一点，然后当开。所以我说步的大小是要靠当来决定的，听没懂？你们那个步的大小，尤其骑马步哈，你看哈，骑马步，我如果先以一条腿为准，这个腿为准，我这个腿先站到什么？膝盖跟脚尖是同方向的，而不是在这边。我如果这个样子的话，我这样子的话，膝盖跟脚尖是两条垂直线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他们必须在一条垂直线。我把这个先站好了以后呢，怎么办？我另外一条腿也是这样，所以我要开我的裆，看我的裆能够开到哪去。我的裆开到这边，它可以是这个直的；开到这边还是直的；开到这边还是直的；开到这边还是直的，表示我的裆可以走到这个地方。我如果再开过去，它变歪了，就太大了，太多了，这样不懂？说哪里是直？啊？对，这个小腿必须尽量保持到直的。垂直。它这样看会有点斜啦，可是这样它是直的。还是跟大腿是直线？跟地面。跟地面。你的这样跟大腿就有一个角度。对啊，所以它是方的，它是拱的，听不懂？所以我说的直是什么？你看哈，这样是直嘛？你这样看，这是不是直？这样它没有直嘛？这样也没直，这样也没直嘛？我要尽量让它直，尽量让它在这个位置，这样不懂？老师，脚掌可以外翻吗？啊？脚掌可以开吗？如果开大，不行。还是要对，所以这边要扣，这边要扣，这样没有直，对，所以越直越难，越直表示什么？表示你这个胯的控制力要很强。也就是说，我讲过嘛，那个你们看孙禄堂的形意拳三体式的，一般站三体式的。他们都是什么？他们都是弯膝盖这样子的，这绝对是错的，晓得吗？因为他的动作下去，他是弯膝盖。你要落胯，我落在这里，这是落胯，这是一种功力。我如果要他小腿尽量直，我必须什么？我必须胯尽量往后移，我的胯要尽量往后移。那往后移，我要能够稳住，不往后倒。我这个地方裆的力要出来，裆的力要往前拉，这样不懂？我要尽量保持到它是直的。所以当我这样的时候，我的身体的重量是不是直线的到地，中间不会有断点？也就是说，当我的膝盖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我上面的压力它是不是到这边来了？到这边就断掉了嘛。所以我的压力其实并没有到脚去，它是到这里，所以我能够越保持到什么？这里跟脚是一个线，一个直线下去，我的重量，它就直接到地，它才是一个桩嘛，听不懂？所以我们所谓的桩是什么？真正的桩是两条小腿。真正的桩是两条小腿，那小腿最有效率的桩是什么？是直的。你打房屋的桩是不是这样子？它必须要直的嘛。那有些不是，有些你看，那它要撑一个树，它会斜的。好，如果我的小腿是斜的话，而我不要它断在这个地方，断在这个地方。因为我如果这个桩是斜的，我的压力下来，它是不是在这边？是吧？压力在这边嘛，它断掉了嘛。所以我
不要它在这边断掉，可是我的桩是斜的话呢，我还是要开这边。你看，我还是要开这边，那这个力量往下面往这边走过去，而不会停在这边。所以你越是大，你如果桩是斜的，跟你们看，如果那个支架是这个样子的话，它这个地方就要非常强，是吧？因为它承受的压力不是一个上下的平均的压力，它承受的压力是斜的压力，它不是平均在那个接点的嘛，它是在接点之内，在偏一个地方，所以它在接的这个地方，它必须要非常强，来承受这个偏斜的压力。这样不懂？啊？老师说那个当开越大，然后你小头越轻，那要怎么去撑？就是那个当要怎么作用？当就是一个拱形啊，当就是拱桥的那个拱。对，我现在步太大，造成小腿没办法跟地面的垂直的话，对，当应该要怎么做？还是一样，变成一个很强的拱嘛。那个给我一下黑板。哎，对，下面，好，可以。好，我们先讲正常的桩。Hello， 来到前面来，这是地，你不管要盖房子还是要造桥，一般是什么？地基打好了嘛？地基我们不要管嘛，是不是先立桩？桩是不是直的？一般的桩全都是直的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在开始的时候是做平的，这个地方做平的，可是做平的后来发现它的承重力不够，因为上面承重的压力慢慢从这个点断掉，所以呢，后来呢变成一个拱，变成一个这个。不管是桥啊还是房子的，你们看东方建筑啊，欧洲的大教堂啊，它盖得越高，它这个很直，可是上面绝对是一个拱形。拱形提供一个什么力量？拱形提供一个向上的力量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的当就要形成一个这个拱形嘛。这个拱形，当我们这个是垂直的时候，这个拱形往上，我们在做拱形的时候，跟它有一点不一样的，因为它拱形压力下来，它还是这两个地方的压力还是往下的，是吧？我们练桩的拱形要提供一个什么？提供一个这个力量是往上的。我们要这个。可是，当我们有些东西的支撑呢，我的桩必须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我上面要承重嘛，因为结构的目的是要承重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如果上面还是平的，这个下来，这个压力是不是往这边去了？这两个压力是不是往这边去了？它慢慢就垮掉了嘛。所以我的支柱如果是斜的话，它的压力往上的压力是不是在这边？啊，是吧？所以我斜的东西，我这个拱形更要强，把这个压力延续到上面来，它不会有这个。而且我们站所有的桩，你这个打开以后，这个地方它变成一个什么？我们的膝盖在这边嘛，它变成一个微拱形，然后这边的力量是往这边的，
我们要主动有一个力量是往这边的，这也是一样哦。我们的桩站起来啊，都要有一个内夹的力量。所以为什么是屁股是后往前包？我们的屁股这个地方的力量是后往前包，我们的脚跟地之间要有个内夹的力量，而不是这个力量。所以你越大的步距，你是不是压力在这边跟压力在这边跟这边嘛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不能让它在这边，所以你的灯更要撑开，让这个压力往下走，然后一收，从裆这边把它一收，形成这个力量。所以你越不平，你这个力量越要大，这个拱形的力量就越要大。不是老师怎么样打开跟收进去的？是上面开，下面夹了。你这里越撑的时候，下面就越收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个地方内在的地方，它变成一个什么？它变成一个圆，它变成一个这个。同样的，我这边产生一个拱形了，是不是？桩的内侧形成什么？桩的内侧形成一个这个的包围，形成一个这个的包围，形成一个这个。听不懂？你不懂？就像我讲的嘛，我讲的这2根手指头嘛，你要它向内夹，你要开哪边？你要开这里。是不是这样子？而不可以这样子。这样的时候，这2根指头它没有力量的，它们之间没有力量。这个之间要能够有力量，你要开这里，这边一开，你这边开越大，这个向内夹的力量就越大嘛。听不懂？这个是一样的，这两端嘛。所以我这边越开。它是不是形成一个圆？主要是要形成一个圆哦。所以你的膝盖不可以这个样子，膝盖不能向内倒。我曾经教过你们去看，你们看所有的老师傅，他站一个弓箭步的时候，这个膝盖绝对不会往下倒，膝盖跟脚踝绝对不会往下，它的力量不是往下，而是当一撑，它这个力量是往外，这里还是形成一个圆。听不懂？你们去看最容易找到照片的是那个谁啊？我讲那个谁，陈什么？陈廷华，不是，他不是那个陈家太极拳的那个，从老师傅的照片啊，全都可以看得到。好像不是陈星哎。他那个谁，那个武学书馆有出他一个挂轴的嘛？那个你们都忘了那个。陈一鸣是不是？不是，陈发科也有，陈发科也。是不是陈什么名啊？你们都不记得？勉强可以看，可是还不完全是那个代表。你们看他后面的腿，啊，全是黑的。啊，全部都是黑的，黑的。可是你看到一个它向外膨的力，就是说后面的腿它不是往下掉的，就是说它这个腿虽然没有全部伸直，可是它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它是这个样子的，它是这个样子的。
往外撑张，然后又往内收这样。对，这怎么做？就裆啊，裆跟胯的配合。那撑张是哪里？撑裆就是裆啊，撑裆是往外，撑裆是往外，向内是胯一卷，这样不懂？你们不记得那个人啦，真可惜。你们看这个，我不晓得是谁了。你看他这个腿，啊这个腿就是掉了，这个后面的腿就掉了。啊，有没有看到？现在绝大部分99%练太极的全都是这样，不能讲练太极了，练武术的通通是这样子。对。所以即便是4-6步或者是铺步，都是要撑，你前面内部才有一个圆形，内部才有一个圆。Patty 强调我哦，暖身的第1分钟就骂我这件事情。谁 ？Patty，对第1分钟你有，叭，他说这最重要的。对，老师是那个陈基儒嘛？是不是陈基？陈兆培还是陈兆文？不是，哎，我跟你们讲过好几次那个。老师说的是陈心吗？写陈曦那个书的，他写了《太极拳图说》。对啊，陈心啊，是吗？可是我这边为什么没有他的图呢？因为陈曦没有全照，陈曦很少，较早。那个是谁啊？那个武学书馆有出他一个挂图的陈家太极拳，你说那个脚踝有那个有撑劲的那个。对，那这样应该是有出一本书吧？应该有出一本书啊。他已经死了，对啊，他是民国初的人。可以看出这个吗？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。就是陈曦那个书里面那个示范的人是谁？